这一定是恐高患者的终极噩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庇护所建在10米高的枯树上，而上升的台阶就是把木棍插进一棵巨大的枯树里。每上升一次台阶，都好像渡一次劫。那爬上庇护所一共需要渡多少次劫呢？如果后面有棕熊追着，我猜就算是恐高的人，10秒钟也能爬到顶了吧？阿克被困在无人森林当中，森林里随时可能出现食肉动物。虽然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食物非常匮乏，动物袭击人类的事件时有发生。阿克为什么看中了这棵枯萎的光秃大树呢？难道说这棵树上有什么生存密码？当阿克把楼梯做好一部分之后，他开始搭建屋顶庇护所框架了。阿克深知地面上的庇护所在这样的森林中和野生动物的食堂没什么区别，一旦庇护所升空，棕熊肯定上不来，野猪也不会走台阶。只要庇护所内物资充足，这里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如果你被困在这个高空庇护所，只让你带2件装备，你会选择带什么呢？总算上来了，这不到3平米的树顶平台，阿克愣是塞进了防雨顶棚。带烟囱的土灶，还有个能卡住门的机关。要说最绝的是这个带自锁的推拉门，遇到危险往上一顶，整个人站上去，300斤的野猪都撞不开。不过要说最遭罪的，还是来回运材料。你们猜这床板他搬了多少趟？整整32趟，光爬楼梯就花了4个钟头。眼瞅着天要黑了，林子里温度刷刷往下掉。这有个冷知识。每升高1米能暖和0.2度，但湿气也会少一半。阿克这高度选的刁钻，9.8米正好卡在暖层，还避开了地面积水。阿克用树枝做了一把弓箭，这可是他的看家本领。之前在特种部队，他的秘密武器就是100米射箭，百发百中。闻到香味了吧？刚打的野味，用炭火慢烤，油脂滴在火堆里滋啦响。不过千万别学他这么放肆，知道熊的鼻子能闻多远吗？3公里。阿克担心熊会闻到气味，他把沾有烤肉气味的炭火全部拿进了庇护所。接下来，他要把庇护所进行最后改造，涉及墙壁、屋顶和地面。你认为阿克这个庇护所还有什么改进空间吗？夜幕降临，阿克也要休息了。他建造这个庇护所用了1天时间。幸运的是，他知道附近徘徊着野生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威胁不到阿克的生存安全。生存不是游戏，但我们可以从硬核玩家身上学2招。点击关注，下期揭秘暴雨夜树顶庇护所如何扛住8级大风。